如何能够更加高效的来制作你的内容。你知道我当前手中我拿有2套这个摄影的系统，你看我同时都可以在完全移动的环境之下直接制作内容，而且这套设备整个有多便携，有多小巧。大家现在看这里，互相对看一下，一边的话是我看看这个哈。一边的是手机的摄影系统，这个是手机的摄影系统，而手机这个对面的这个系统呢，就是我的运动相机的制作系统。我不管是拿着手机来制作内容，还是拿着这个运动相机来制作内容，我都可以非常高效的、及时的马上来制作内容，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直接制作，而且绩效非常高。那个也还不错。在这个制作内容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就是，哪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要素你必须要考虑到呢？我们现在我来逐一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如何更加高效的来制作内容。第一个，你在制作内容的时候呢，第一个考虑到的一定要足够便携，便携是必备的，你必须要非常方便、非常快捷的能够直接的就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第二个，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去摄影的时候呢，有的正常的情况下，哪怕比如说影像系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能够录制出很高清的视频来，也能够制作出非常那个品质非常好的这样视频来。但是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经常你制作内容制造到一半的时候，当你在生产这个内容生产到一半的时候，那如果要是中间没电了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你不管你是采用运动相机还是采用手机，就是供电必须要能够持续的供电，要能够持续的供电。第一个要便携性，第二个你要持续的供电，第三个就是它必须要支持外接的麦克风。如果你不能支持外接的麦克风的时候，你就非常受到限制。如果我有外接的麦克风，假设我要是无线或有线也好，有线的话就是你的有效距离就比较短，那我不太方便这样来回跑、来回走动。那有的时候它自带的有的麦克风本身就是有的好一点的这种语音制作系统，有本身的摄影装备，不管是手机还是运动相机，如果它本身拥有一套比较优质的、比较优秀的这个语音录制系统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着这个摄影机直接说话的时候，它就本身就拥有一个高品质的这个音质哈。这一点要考虑到，有的摄影机、有的手机本身它的音质表现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如果不接外接麦克风，像现在这样风过来的时候的话，像这种手机，此时此刻肯定，如果我就是切换到手机里面的声音，肯定能听到风的呼呼声音。所以的话，就是外接的麦克风，它就可以保证你的录制的时候呢，不会出现这种有外在的这种风的干扰，就可以避免风的干扰。然后这个大家看这里哈，看这个互相对视一下，看这个我的运动相机，这个是可以降风噪的。如果我不要外接麦克风的情况下，它风声一般这样吹过来，它还会适当的把风呢进行了降噪的处理，就是对风的这个影响的处理效果比较好一点哈，它可以降风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换个角度，好像灯光刚才不太行哈。这套是那个运动相机，这是手机的摄影。还有一个就是要防抖。当然我刚才看前一小段，我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在走动的情况下，一般正常的。你如果直接拿着这种手机去摄影的时候，有可能它会抖动的非常厉害。你在拍摄的过程中，如果要是画面来回抖动的话，那么你往往的话，这个影像制作的内容其实是失败的，就是放上去画质，就是放在影像里面，它来回抖动，这样效果非常不好。你必须要确保你的影像能够足够稳定，要有稳定功能。那现在目前的话，手机我现在推荐的这款索尼的这
这个 M5这款手机的话，它本身其实也是可以支持内置的手机也有防抖功能的，大家可以把它防抖的功能打开。但是只有在官方默认的软件里面才有办法支持哈。那如果你用官方默认的手机的软件，你如果把它稳定打开的话，你就无法使用上这个外接的麦克风。然后另外一个抖动的话，真正要起到最佳的防抖作用，你最好还是最佳的防抖作用还是要有个那个叫稳定器。大家看这里，我再对视一下哈，还是一样，把这个摄影机互相对看哈，看这里，这个给大家看拉近一点啊。这套系统呢，这是一个防抖的，这是一个防抖的装置，我再这样来回，假设我这样走动的时候，它可以保持画面的稳定性。我这样，哪怕这样画面我这样拎着哈，哪怕我这样跑动也是可以稳定的，还是可以稳定的。而且我上山下乡，我往上跑往下走都可以稳定的。就是这个稳定器的话，它能够始终保持你的摄影的手画面始终都足够稳定，不会出现抖动的情况下。如果在用手机作为主要的摄影装备的时候，你可以拥有一套这个防抖的装置，就是叫做手机的稳定器可以拥有一个。那运动相机的话，你可以如果需要稳定的话，如果你是采用运动相机去做摄影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买那个运动相机，有的有自带防抖的哈。镜头放低一点啊。你如果采用运动相机去摄影的时候，你可以拥有一个运动相机，要有自动带有防抖功能的运动相机。那也有运动相机本身也有的用独立的防抖的这个支架来支撑也是有的。然后如果你要是为了更方便一点，而且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一拿出来的摄影就能够保证画面更加稳定一点，最好的话就是本身的运动相机本身也买一个拥有能够防抖功能这样的功能的产品作为你的主要的摄影装备。还有一个自拍杆哈，大家看这里。当前我在这里，我在摄影的时候呢，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你如果买的那种自拍杆的话，如果大部分市面上的自拍杆，它的那个杆子的长度是不够长的，有的是那种的1米左右的这个自拍杆，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如果那自拍杆要是太短的情况下呢，那就导致有点我刚才没有全部把它打开的时候，就有点那个仰拍的角度，有点像朝天空的方向拍。但是我如果想要把这个画面我给它拉高一点的话，我这样更加平整的一点拍呢，比如说我后面的景物也对我很重要啊。当我要在这里介绍视频的时候，在这里介绍视频哈，像这样拍的话，我也期望看到后面的景象拍出来的画面，它也需要能够出现在我的画面之中，而且不是朝天上这样拍，而是平整的拍过去的。所以这个自拍杆的话，你最好要保持稍微高度高一点，然后最好能够一体化的哈，就是你要折叠的时候很简单的，它要收起来。当然我这里在用运动相机这边给大家看哈，这个是一体的，这个是一体的。我这个可以随时给它收起来，这个是可以收起来的，所以收起来的。要展开的话也很简单，我这个可以捏在这，看到没有？要展开的话也是一体的，也可以放开的，对不对？也可以放开的。还有一个要考虑到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还要携带些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在摄影的时候，有的时候到夜间了，或者到晚上的时候，或者有的碰到下雨天或者阴天了，或者室内录影的时候，那我也要考虑到就是要有灯光给我使用，要有你在摄影的时候要有灯光能够来补光。因为比如说现在时间假设是4点多，
假设你到晚上6点以后或者7点、8点以后呢，灯光就明显不足，你拍摄出来的影像画面是有问题的，它必须要补光。那补光也要足够简单，也要足够便携。我在这里面我这个有个便携的灯，摄影灯。这个摄影灯非常小巧，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摄影灯啊，很亮的，很小，我就给它平时都有的时候直接带在身上，然后这个在白天还看不到，夜间的话，等一下我有机会，等一下我在夜间的话，我拍一段视频给大家看。这个灯光足够让你在完全暗光的环境之下，能够拍出非常清晰的视频来。然后的话，就是你的工作流程上就加速了你的那个摄影制作内容的流程。大家好，趁我现在还没有回家，那刚好在夜间，我顺便再把我刚才介绍的那个灯，就是夜间的那个一个小的一个像那个。小的像手机那么大的那个摄影灯，然后亮度，我现在是在完全夜光。现在目前就是在采用这个刚才我介绍的那个摄影灯在拍，在照我，在给我打光。周边的话是完全暗光的，而且现在目前这个我关一下给大家看哈。我现在把这个灯关掉，然后你再对照一下。我现在把它关掉，关掉以后是这个样子的。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在原来没有任何灯光的夜间是这样拍的，但是我现在把它打开，你看，打开以后现在马上就整体上都很亮，而且你知道吗？此时此刻这亮度还不是最大的亮度，我还可以继续往上调光。你看好，我亮度还可以再调，最亮的时候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摄影灯，你就基本上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之中都可以摄影，知道吗？而且夜间我以前好像没有真正的在夜间摄影过，但是大家看现在这个影像，因为我前置摄像头，我可以随时看到我的影像。这个夜间如果在户外这样摄影，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摄影说考虑到要突出主体嘛，但是如果你要在夜间的时候，你这个摄影灯拍到你的人，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周边的话什么都没有，大家看到没有？周边是完全黑的，就也看不见，只有你个人的这个主要的摄影对象是清晰的，画面是清晰的，这效果非常好。我以前还没有，我原来只在室内我做过这种。用这个摄影灯给我这个进行摄影的这样的尝试，但是还没有在室外进行过这样的摄影效果。但是现在这样看的效果非常不错，整个画面效果非常不错啊。这个关于摄影灯的这个介绍暂时先到这。那么我现在就逐一来讲解，因为有的装备之间呢，就是你要同时拥有这个功能，就是说又要稳定又要便携。又要能够外接麦克风，又要那个摄影的那个高度也足够高，然后要所有的东西都要随身携带成一体，然后的话这个功能要同时实现，有的是比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就是整个流程怎么样。还有一个制作流程的问题，像这手机哈，大家看这里。要马上回放，能够监听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哈。比如说，目前我正在用手机在摄影，当我摄影完成了内容以后，然后的话，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是无法马上听到，就是我现在目前录制的这段内容有没有问题，我要马上回放，那在这里面，如果你接的是那个外接的麦克风，因为我们摄影基本上都要外接麦克风，这样音质才有保证。如果你要外接麦克风，那这个时候我只能把这个外接的麦克风给它拔出来，然后的话录完以后再插进去，然后等一下再拔出来再插进去，是吧？这个的话也会耗掉很多时间，而且接口来回插拔，它会把这个
接口弄坏掉，时间用久了很容易导致坏掉。那这个怎么解决哈？手机摄影的还要考虑到这个随时能够，我录完一段以后，我现在比如说假设我现在一小段我完成一小段，我要马上听到它的声音，当场看到它这个拍摄的这个录音的效果。那我现在暂时我把手机结束掉，然后我继续用这个摄影机来。大家看到我这里哈，我现在手机摄影结束。那我现在已经停止了我手机的摄影。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刚刚录制的这段视频以后，我要马上当场就能够听到它的回放哈。看这里哈，我上一期有说过，手机摄影完以后，现在已经设置完成的内容在哪里？就在这个右上角的按钮上，这个就是我刚刚制作的内容，对不对？这就是我刚刚制作的内容。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回放的时候，你看，我点击这里，我再快进一点点啊。你如果直接拿这时候手机去摄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没有听到这底下有声音？有没有声音在响？有没有听到？你在拍摄的过程，看到没有？如果要是画面这个抖动的话，这个是我是外带的一个蓝牙的麦克风，采用蓝牙麦克风就是说可以减少这个线的连接哈。有的时候你线这个，我暂停它吧，声音大家应该都听到了是吧？声音应该这个都听到了嘛？听到的声音的发出来的声音了嘛，是吧？线里面才有办法支持啊。那如果你用听到声音了没有？手机的软件。这里现在因为太空旷，这里后面还有个景物，还有那个瀑布流水的声音受了干扰，要不然这声音很亮的，声音很大的哈。真正要起到最佳的防抖作用，你最好还是。就是如果我用蓝牙的麦克风来这样连接的时候，就是减少了一条线的这样拉来拉去的这样的影响。如果你要是边上的话，有很多线，因为蓝牙接收也可以好多米嘛。那我在自拍杆，我把这个蓝牙的这个监听器的话让它直接连接在手机上，然后我把它这个蓝牙的装备就捆绑在我的这个装备的脚下，然后又很轻，然后这个蓝牙的话，我充一次电能够工作差不多有8个小时，我就能够一直都可以，基本上一整天的话，我录制视频的过程中不会切电，一直都有电可以来回的回放，然后又没有线的干扰哈，就不需要线了，然后就比较便携一点点哈。那这个现在整个流程，我再细化的给大家讲一下，分解一下，给大家讲具体要怎么做。因为有的摄影装备你要同时实现多种功能的话，有的是不是很容易做到，但是你要把这各方面的这种相关的东西要调节好，要处理好，就是相互之间的关系，让它能够完整的来进行这种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同哈。那现在我就把整套所有的装备我给它完全就是分解开哈，给大家看看这个整套设备到底是由几个部件组成的哈，这套系统总共有什么部件组成的？那也不是说非要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作为辅助工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不需要的话，我简单一点，其实就完全什么都不用，就一个手机，然后按上一期的视频，你就直接正常录制，就已经完全够用了。但是这个装备，如果你要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整套这个相关的配件到底有什么作用，然后有的时候对你的工作中有更大的帮助的一些东西的话，你可以组合到你的这个摄影的系统里面来哈。那我现在的话，你看我原来这手机是夹在这夹子上，我现在把它取下来了，我直接放在桌面上就可以摄影了。那放在桌面上，我是靠什么支撑？是靠背后这里有个耳环扣一样的东西，这个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用过这种指环扣嘛，这样的话就是，你有的时候这样走动摄影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方便的也可以这样用手拎的也可以用。然后另外一个，有时候放在桌子上的话，你就直接这样放着就可以摄影了，这样放着就可以摄影了啊。然后，那我现在的话，我把整套这个一些主要的一些部件，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吧哈，讲一下。
这里你看，我刚才说过，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是电池，这个是电池，这是一个电池，这个应该叫1万毫安左右的电池嘛，1万毫安的那个叫充电宝吧，对不对？你如果有了一个充电宝，来供你手机摄影的时候，基本上就一直都有电了，就不存在说在往外摄影的时候会忽然间电断掉哈，你就整个过程就是一直这样。我让它这里你看，这是一个充电宝，然后我买了一个弹簧线，这个弹簧线的话，拉长的时候可以达到3米，所以我这个自拍杆，现在我有意把它给它那个胶水给它焊掉一截。其实这个在不增加这个防抖的这个装备之前的话，也有那个1.28米左右，1.28米的话刚刚好哈，太短的那个不行。就像类似于这样的，因为我两个都是一样的，这是云腾的，大家到时候我一会有空我在网上再给大家搜一下，贴在上面，就是它在拉长的情况下，如果你全部用上，会能够用到那个1.28米左右。为什么需要长一点的自拍杆？大家看这哈，如果你有的时候你要是这个自拍杆哈，现在总长度，反正我一般手机的我就差不多把握住，就1.28米就够了，再长就没多少意义了。为什么需要差不多高一点的？为什么需要1.28米左右的这个自拍杆？自拍杆的话，你一般摄影不是经常摄影的时候是摄这上半身的影像比较多一点嘛，是吧？那么我这个也稍微调一下角度啊。摄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拍就是主要还是拍上半身影像，一般比较多一点，也不用这整个全身都拍。当然有的时候全身拍也有。然后的话就是你如果距离不是很，你离这个摄影的东西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的情况下，刚刚好摄这半身，也就互相之间差距差不多也就1-2米左右吧，这样1米多左右吧。那么你如果线太短，就是刚才说它就往朝天的方向这样看过去，就变成仰拍了，那后面的景物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一般的话就建议大家买长一点的自拍杆。如果短的自拍杆的话，就是你可以放在别的，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有突出了一块东西的地方也可以哈。或者凳子上啊，就凸出来，这样也可以。或者说你坐着，那很短的自拍杆，它也可以录到半身的影像啊，或者放在桌面上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工作，随时随地的能够进入一个工作状态，随时随地要出作品吗？那你为什么要老去寻找这种辅助的东西呢？有的时候我要是没有凳子呢，或者说没有什么可支撑的呢，那就只能有点朝天拍了。但是有的时候景物不错的这种环境的话，因为摄影嘛，画面尽量让它保持好看一点嘛，是吧？背景的景物也不要，本身有很好的景物，但是你如果没有相关的装备，然后它就会导致你的有的景点就失掉了。当然你也可以拎着，就是提着也是一个办法哈。那我一般的话，我要放下来，因为要演讲的时候，有时候要有肢体动作呀，是吧？要手，有时候还拿着别的东西啊，有的人还看文稿啊，是吧？那个电子书啊，是吧？那个叫什么？平板电脑啊，是吧？可以看文稿啊，手机看文稿，就是一个手有的时候要肢体语言配合，然后还要看东西，对吧？所以最好能放在地上的时候，然后就能够足够满足你，能够实现这平整的画面，后面都能摄影到。所以这个杆子稍微买长一点的，弄个128的。然后这个电池的话，就是这个充电宝加个弹簧线，这个弹簧线不会缠绕，你这样缩短了看清楚了，缩短它就自动弹就缩起来了。
那你拉长的话它就自己有弹性啊，有弹性，而且不容易坏哈。这个我在国内买的那个拉长以后3米，如果缩短的时候，反正它跟着缩短啊，缩短的话就不用说了，反正就弹性的东西，弹簧一样的线，大家找一下。如果在亚马逊能买到这种类似的弹簧线，你就找一下，就拉长以后有3米，因为它这个本身弹簧嘛，你不可能完全拉长的。它说3米，但实际能拉到1.5米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你不可能继续拉下去，线拉坏掉了，是吧？弹簧线它的总长，它说是不缠绕的情况下，但是你再怎么拉，它这个线都缠绕的。但是我有1.5米、1.2米、1.3米左右足够了，是吧？所以去买类似这样的，他说3米长的这种弹簧线。然后的话，把电连在这个充电宝上，然后因为这个有1万毫安电池，我不管运动相机还是手机都足够我用了。然后我就把这个弹簧线连接在我的手机上，就这么简单。永远都不缺电，你在外出的时候永远都不缺电。记住，供电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以为这个可有可无，因为我们要出内容的，我们要连续的制作内容的哈。我们要连续的制作内容，我们不是说偶尔出去就是这样就是录一下就结束。有的时候你要制作内容，有的时候制作半天时间，有的要录很久，是吧？在一个景点什么地方你要拍摄，有的时候要录很多内容，要持续的供电。如果你不能持续供电，等下没电了，没电你再充也不行。然后运动相机也一样，运动相机有的它可以换电池，但是还是太繁琐了嘛。电池扒来扒去，而且很快就没电了，有1-2个小时就没电，1个多小时就没电。有的时候你在调试装备，调到一半就没电了，没电没办法工作，白费劲了，白等了，是吧？所以，电力一定要充足，要始终有供电。所以，一个大一点的电池，再加到弹簧线可以供你拉伸，再加个高一点点的1.28米的这种的手持自拍杆，另外一个这个自拍杆电线，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蓝牙系统，蓝牙就监听的。我手机在这里面，制作完成以后，然后你就回放一下，你只要手机跟这个蓝牙装备一连上，它就马上声音会播放出来啊。这有个蓝牙系统啊，自拍杆蓝牙系统。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放下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可以解开的哈，这个可以解开的。这是一个，取下来。这是一个稳定器哈，这是一个稳定器。我一般把这个稳定器我是绑定在这个上面，然后随时随地可以抖动。有的风来了吹，因为有稳定器的支撑，所以它一般的话就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风很大的来回抖的时候，它这个有了稳定器，它会自动调整。这个稳定器的话，我现在目前买的是这个智云 Q 哈，智云 Q 这个的话。好像现在几百块钱，800左右吧。原来早期买的时候，差不多1000块左右。原来1000块左右。那这里的话，它有3轴防抖，就有3个电机哈。其实就3个电机，你看，一个就是旋转的，这样旋转的，这样360度旋转的，这是一个电机。然后呢，这里你看，这个可以翻转啊，上下翻转，这是另外一个电机。然后后面这个你看，平衡度。一个电机，3个电机哈。你如果采用这种平衡器这样来录视频的时候呢，你要保证呢这个几个电机之间呢，就是在你没有工作的时候，在你不工作的状态之下呢，要让它基本平衡。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哈，我现在我在这里看哈，这样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这头太重了。我刚才为什么
为什么会平衡？是因为我这里现在正在录制的这部手机，这个麦克风现在我已经连到里面去了。我那个如果麦克风那个就是 Rode Video Mic Me 嘛，上一次我介绍过，上一集是吧？插在这它刚刚好维持这样平整的状态。如果这个不够平衡就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平衡的话，它这个电机就垂力就太重了，太重以后它会发烫，这地方会发烫，然后很快会停止工作。一般的话，你这个重量要调好。如果你要是重量出了问题有的一些附加的，然后它帮助它平衡的一个，我平衡有的东西可以，你看这个东西贴在上面，或者其他东西绑点铁块或者什么东西绑下去，让它保持平衡。如果平衡度还有问题，这还可以调节，你要一直整个调到让它保持基本上就是处在一个完全平衡的状态，然后的话，这个有了这个稳定器，你在摄影的时候，你看哈，我现在这样再调整一下。你看哈，现在在这个情况下，就我还没有开机，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开机，但是这个你看，基本上平衡了，这时候再开机。我是经验哈，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刚刚买回来，不知道就是有的垂的很多，有的是斜的很多，然后用一段时间，忽然之间那个机器梆的声，这个发烫了，然后就莫名其妙自动关机，或者说不听使唤了，是因为比如说一边承重太重的时候，它电机就相当于一个所谓老的锤的拉的一个东西一样，它电机要硬拖上去的，所以它电机会宕机掉。好，在这个保持各方都平衡的情况下，开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摄影了。这样你打开手机，电打开，然后该怎么拍就怎么拍。你这样走动的话，就来回跑倒没事，在山上到处跑都很稳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拥有这个稳定系统。还有一个灯光的问题啦，如果你在比较暗光的环境之下，有的时候你需要补光哈。那我现在目前我的补光有两个哈，这个小的是。这个是神牛的一个小的补光灯。这个补光灯的话，亮度还可以。这个小型的补光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就是整体上这样拍起来很亮，没有这个没有。但是偶尔就是需要补光的时候，就是脸部稍微识别，然后稍微让它清晰一点。比如说在夜间的时候，我稍微给它试一下啊，看一下。现在目前还没有到夜间哈，到夜间的时候还更需要这种灯光。这个大家随便自己绑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保持平衡。夹住这可以夹在手机上，可以夹在手机上。然后的话你要需要灯光的时候，当你充足了电以后，这个时候就。这个就可以给脸部补光了，这样就可以给脸部补光了。我如果这个补光灯力比较小，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在摄影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现在采用的是前置摄像头进行摄影嘛，我如果发现就是需要亮度还不够的时候，我就稍微往前一点就更亮啊。如果拉得越远的话，就越模糊，特别在夜间的时候啊。这个是小型的补光灯，用得上，很轻便，很小型。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比较正式的、比较大型的，到了晚上夜间还能够全景的拍到这个摄影的这个亮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采用大一点的摄影灯哈。我这个暂时先关掉哈，这暂时先关掉。这个补光灯的话，我刚才给大家稍微示范了，然后再打开一下。这个是超级亮，知道吗？这个是超级亮，这超亮，这到房间里面的夜间，整个夜间都可以把整个
房间照得非常非常的亮，有这一个就足够了，你就基本上可以走到哪里都摄影到哪里，也可以，你可以随身带出去，带不带随便你了。反正在家里面，如果有时候出差的时候，记住可以把这个便携的灯光买一个备用在家里用得上，随时用得上哈，随时用得上。然后就这点了。然后手机的话，就是记住哈，那个你一般在摄影的时候，当你要就是在做摄影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可以开成这个那个叫手机有个模式叫做飞行模式，飞行模式的话就可以阻止这个有的时候你在录制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有那个短消息啊跳过来，然后导致你这个画面或者声音被录进去了就不好哈，然后影响到你这个摄影。然后的话可以调成飞行模式，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的。然后的话你就蓝牙连接，我现在蓝牙连接我是长期采用这样的方式，监听的时候采用蓝牙连接来监听。然后的话你这个正常摄影互相之间是不干扰的，因为已经试过了，我长期靠这个，所以你可以去拥有一个在网上随便找一个，反正蓝牙音箱多的是，这我就不介绍了，在哪里都能买到，小巧一点的就行。然后呢，尽量能够供电时间尽可能的让它供电时间尽可能长一点哈。供电时间的话，最好能够足够你工作啊，足够工作几个小时吧，那个都很轻便，非常便携，非常实用的东西。然后就这点，那今天的基本上这样讲的内容也基本上就讲完了。我相信就是大家把这一套把这个系统整合在一起的话，就能够非常非常高效的、便捷的制作出高绩效的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内容来。我再把整个那个相关的核心的要点再说一遍哈。第一个，你如果要摄影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便携性是第一要务，便携一定要便携，要拎在手上，要拿在手上，轻轻的随时随地可以工作，要便携。第二个，稳定性一定要能够稳定。如果你要是不需要走动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稳定器这没问题的。那投资的话，要买运动相机也一样，如果没有稳定功能的话，相对来讲就是还可以省点钱，是吧？运动相机呢，先不要急着买运动相机哈。运动相机我也买过好几个，有很多东西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介绍完以后，最好再去买哈。第二个就是，如果稳定器你需要经常来回走动的情况下，或者说有时候想要到户外录一些景色呀，或者要边走边聊那么你就要有一个稳定系统，来帮它稳定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放着也行，或者说有点抖动也没关系你要抖就去抖吧，拿着也能拍，也能没问题如果你觉得抖动对你的画面很重要，你就加个稳定器。然后电池持续供电持续连接着，然后让它连在这个把这个电线连在这个上面，让它保持永远在供电供电系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灯光系统可以随身携带小便携也有小便携，要有灯光。然后的话就是麦克风系统啦外接麦克风啦。那外接麦克风上期已经说过了，你只要设置好，你就能够采用正常的外接麦克风了，是吧？用 Open 那个 Open Camera 这个软件就可以实现外接的麦克风。然后就是自拍杆的高度这个要便携，能够折叠，然后的话要轻然后长度要足够长度要达到128我这里的话，因为我不用太长，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主要是用来连接的这个稳定器用的。连接稳定器的话，如果你拉得很长，那最后一节的话很细
很细的话，导致这个好像不稳定，好像很不安全，随时怕会断掉。所以我把最后一段给它用胶水502给它焊接掉，然后这个应该标配的2种搭配在一起，我是平时这么搭配的。如果你要是不用这个稳定系统，你就整条拉长要128的高度这个高度刚刚好，就稳定系统，就这点了。还有需要补充的吗？这期的节目基本上介绍完了。我相信就是通过今天这个课程，你已经能够知道如何高效率的直接出作品形成一条内容生产流水线，高效率的内容生产流水线今天的视频课程就讲到这，谢谢大家。